朋友们，大家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我在德国最近有趣的经历。前几天，我从德国西部城市科隆坐顺风车到德国南部城市斯图加特，两地之间大概是380公里。我认识的一位非常低调的德国富豪，我怎么知道他是富豪呢？等一下我就慢慢跟大家八卦一下。在德国啊，现在德国火车越来越贵，380公里，大概呢坐火车二等座要100欧元左右，也就是人民币大概800块钱。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都是太贵了。当然，如果你提前计划你的出行没有改变的话，可以提前预订车票，会得到折扣。如果你临时买票，就是那么多，你爱坐不坐。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较贵。那比较经济的出行方式是什么呢？在德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坐顺风车，因为顺风车相对来说在德国是比较成熟的啊，有这样的平台，所以这次呢，我出行也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我自己没有车已经很多年了，原来我在德国有车的时候啊，买了车，但是呢，每年可能就开3到4次，然后一年有360天，那车就是在车库里面停着。你们也知道，那个车买了之后，你不开1公里不开，它是一天一天都会贬值的，对不对？后来我就想呀，太不合算了吧，于是呢就把车卖掉了，然后呢把我的车位也出租了，这样每个月我还有收入呢。但是要出行也没问题，因为我在德国参加了汽车共享这个项目。然后呢，如果我平时要出远门的话，还可以在网上租车，比如说租一个周末啊，这样也不是特别贵。权衡利弊之后，还是觉得没有车更好。你想出行，在网上提前几分钟预定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参加共享汽车项目，所以随时都可以订车，这样出行也没有问题。所以呢，这次出行我自己没车啊，然后我就在网上找这个顺风车，刚好呢找到了，那个人离我家不远，我走路过去就可以了。同一个城市，也是我们的市中心。在网上联系之后，他就把他的地址给我，准时到那里。然后我就看见一辆宝马5系列的车，他告诉我这个车呢已经有大概10年了。然后呢，我们准时开车之后就交谈起来了，不可能你一句话不说，对吧？所以就说各种各样的话题。然后他告诉我，其实呢，他很想买一辆电动车，因为他喜欢体育，喜欢那个划船啊，还有骑自行车啊等等，所以他以及他的老婆还有2个孩子，一共有4个人出行的时候，需要带那个4辆自行车，那么就需要一辆比较大的车才可以，否则带不了，对吧？然后他就告诉我，其实他很想买一辆沃尔沃的，有点像大的那种面包车一样，那款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描述了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关心过。但是呢，他说在欧洲没有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目前的电池技术对他来说还没有到那个续航达到他想要的程度。他认为啊，就是正常行驶的条件下，如果续航能达到比如说600到800公里，他才可以考虑。否则像在德国这种情况，他说很难啊。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德国人，就是为什么电动车在德国那么难推行，就是因为大多数德国人有里程焦虑，因为相对来说啊，德国的那个充电桩还是没有中国那么密集。另外一个是德国的电费又非常的高。开车途中，我给他介绍了中国目前电动出行的发展状况，我告诉他，在中国现在上牌的起码有一半是电动汽车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那个电动助力车，也就是电动摩托车，都是电池的、电动的。他表示呢，很难相信，因为呢，在德国几乎看不见像这种电动助力车，有，但是比较少。像中国那种像摩托车的电动车啊，更少。所以，如果没有去过中国人，真的非常难想象为什么我说几乎所有的那种电动摩托都是电动的。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就是将信将疑啊。他好像还不到50岁，但是呢，对未来的规划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了。然后他告诉我，退休之后呢，也不太想呢长期待在德国，可能想去南欧啊，或者他开玩笑说，也可以去亚洲啊，去中国等等。
但是呢，目前他不太想去中国，然后就跟我谈到中国的政治方面的。他一谈我就知道他要谈什么，就是德国媒体告诉他那些东西，灌输给他的东西。他一边开车，我就跟他讲，我就说德国的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假消息的。我告诉他，其实大部分德国人都是被他们的媒体洗脑的。当然，他可能不接受我的这样说法。我就是想告诉他，我在德国的观感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他，我在德国，我在中国都生活过，所以呢，我对两个国家，还有两个社会啊，还有两种制度都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另外，我告诉他，我说我得到的信息来源绝对要比你们德国人要更多，因为我知道你们德语，我还知道英语，我还知道中文，不仅知道中文，我还知道中国大陆的媒体、台湾媒体、香港媒体，以及呢海外，比如说美国、北美的媒体等等等等。我说同样一件事情，比如说报道中国的，我会从德国媒体、英国媒体、美国媒体，以及呢我们华人以及中国的媒体各方面去了解认识。同样一件事情，中国报道的和你们德国报道的可能完全相反。那你觉得到底哪个人说了真相呢？那你真的觉得你们德国的媒体说了真相吗？当然是，这是讨论啊，他肯定是觉得他们的媒体更值得相信，这个无可厚非，因为他没有去过中国，所以呢很难说服他。他说他去过印尼的巴厘岛，就大谈亚洲怎么样，觉得亚洲就是他想象的那样。我告诉他，其实今天的中国和你想象的中国肯定很不一样，和你看见的那个印尼肯定不一样。如果你去了中国，肯定你会大吃一惊，因为中国对你来说太现代化了。这是我的原话。他去中国，首先入境的城市肯定是中国的，一般是一线城市，对吧？大城市啊，才有那个国际航班。不是北京就是上海就是广州或者深圳，对不对？一下飞机之后看到那么现代化的机场，绝对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在德国，比如说法兰克福机场是德国最大的机场，也是个交通枢纽，还有慕尼黑机场、柏林机场等等等等。我认为哪一个机场都赶不上中国10大机场之一，绝对赶不上。所以呢，他去了中国，绝对从机场的建设来说，已经把他震惊了。然后看到中国那么先进的地铁、轻轨等等，然后再看到中国那么多的电动汽车以及电动摩托车，还有干干净净的地铁站，非常干净的绿化非常好的中国的街道，这些都是秒杀德国的，他肯定会特别的震惊。所以我说，他会被中国过于现代化所感到震撼。因为普通德国人，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假如他不是特别关心中国的话，绝对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媒体就有这样介绍的。我告诉他说太多都没有用，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你才能够减少你对中国的某些误解或者是偏见。这是我的原话。我说你别以为我现在住在德国就觉得德国怎么好。其实呢，在德国30年我的经历我可以告诉你，我说我对德国的政治特别的失望，特别是这届交通的政府。然后他说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届政府特别烂。我说你看，这就是你们选举制的弱点什么人都能选出来当国家领导。我还告诉他，我真的不想要德国身份。然后呢，我还去德国当局去申请取消德国身份、德国护照，但是呢，德国不让。我们一路开一路谈话，然后他告诉我他为什么从科隆去斯图加特，而且大概是每2周去一次，因为他的岳父原来有一家建筑公司，有几栋房子出租。我听到之后我就吓了一跳，几栋房子出租还了得在德国。然后他告诉我，他岳母现在90岁了，但是脑筋还有体力都还很好。他的岳母呢还开车。他还告诉我前段时间可能是去年吧，买了一辆非常昂贵的，可能是梅赛德斯奔驰吧，但是因为老人了，88、89岁了吧，不小心可能哪个按钮搞错了，然后那个车噗往前冲出去，把前面的车报废了，然后他自己的车也冲得不成样子了。好在呢没有死人，但是他岳母
不当一回事。后来他岳母还想买新车，岳父去世了，所以呢，只是岳母和他还有他女儿了。这位女婿呢，他说不要买了，然后说来说去，说来说去，说了很久，最后说服了那个岳母买了一辆新的宝马那个 mini， 但是是汽油车。本来呢，他的岳母就是在斯图加特，方圆可能就10公里开车。他的女婿特别希望他的岳母呢买一辆电动车 ，mini 现在有电动的，但是80、90岁的老人，特别是德国人特别保守，硬是呢说服不了。最后呢，只能买新的那个 mini 汽油车。然后他也问我在德国做什么工作，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我就老实说了。他也对我说有几套房子，也感到有点惊奇。他说你们的父母是不是经济状况比较好？我说没有啊，我的父母在中国1分钱都不可能支持我。后来呢，他也给我说了一些他的情况，比如说他在德国呢是上东德的某大学，学的是 IT 方面的，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公司 IBM 工作了。他现在依然呢是全职帮他的岳父管理他那些房产，相当于是业余的，也就是说是抽时间去管理。他说有那么多的房产其实挺烦的，因为非常多的繁重的管理工作去做，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其他人。几年前他们在科隆也买了房子，买了一栋房子，当初呢只是50、60万欧元，他说现在呢值可能150万，就是10几年前买的吧。过去这10几年啊，德国的房地产真的是涨疯了，因为他和他的老婆，也就是这位德国斯图加特建筑商的女儿，他们俩当时在科隆一个地方看中了，他们觉得非常非常完美的一栋房子，而且那个房龄也挺大的，可能有100年了吧。然后呢，他的岳父对吧，是建筑商，也认识呢建筑设计师，还有反正对建筑非常在行的人。他们去看房子的时候，他的岳父也在，还请了一位专家来。然后看到之后，他的岳父告诉他，这栋房子绝对不能买。然后呢，他以及他的老婆，也就是这建筑商的女儿，他们俩就觉得特别完美，特别想买。然后呢，这个岳父啊，就说重话了。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买的话，我1分钱都不支持你们。”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买其他的房子，他的岳父也看中的房子，他的岳父呢肯定会支持他的女儿或者他的女儿和女婿。也就是说，从这一件小事反映出啊，在德国其实也是拼爹的啊，并不是说德国的父母1分钱也不支持他的子女。以前我为什么说就是德国的父母呢很少支持他的孩子，是因为大部分德国父母好多其实都是租房族，他们怎么有可能支持他自己的孩子给孩子交首付呢？对不对？绝对不可能啊！但是这位呢是建筑商，是一位富豪，后来就帮了他的女儿，但是具体帮了多少钱我就不好问了，因为如果是他不说的话，你肯定不能问这种东西啊，太敏感了。虽然这位顺风车司机的岳父母就是德国南部那个建筑商夫妇，是很富有的人，但是呢，他的老婆也就是建筑商的女儿一点都不依靠他的父母。他的老婆呢，在德国自己做了职业培训，做理疗师，连大学都没有读。然后呢，这个女婿刚才说了，在东德读了 IT 电脑电子方面的专业，在 IBM 工作，对吧？男的有不错的工作，女的自己创业，估计也不错。就说他们俩或者这个女儿完全不靠父母1分钱，甚至呢，他告诉我，他的岳父死了之后，给了他女儿一大笔遗产，他女儿不关心这个，而且他女儿呢，可能对这个财务方面不是特别的在行，也无所谓。说啊，其实我知道我老婆有多少钱。而且我的老婆呢，经常买东西的时候，老是呢透支她的账号，每次都得还很多不必要的利息。但是我的老婆呢，就是这样马大哈，没办法。他们有2个子女，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那女孩是17岁，男孩13岁。他说：“我知道他们一辈子呢都不用担心这个财政方面的问题，但是呢，我不会告诉他们有多少钱，要让他们自立，比如说读高中、读大学。”出来工作，今后我有能力，
我就帮他们付首付啊，买一套房子或者买一栋房子，因为要让他们自食其力。他还告诉我啊，以前在念书的时候，他们班就有一位富豪的儿子公子，这个人呢，因为每个人都宠着他，所以呢特别的嚣张，然后呢自己没有能力。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这样，所以他一直呢都没有透露任何的信息，比如说没有透露他的岳父岳母有多少资产。他说给我的子女知道了，这样非常的不好，要让他们脚踏实地。真的，从这位顺风车司机，从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他是富豪，他的穿着就像和我一样，他开的车也不是特别豪华的车，就是一个10年的宝马的5系列。与他的交谈我就知道了，一个是他是隐形的富豪，或者他老婆是隐形富豪，但是呢不表露出来。另外我非常赞同他对他子女的教育这种方式，就是呢不让他的子女知道有多少钱，让他们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的学业，今后找个工作，然后努力的干，等等等等。就是说要自己独立啊，不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第三个，自然而然，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嘛，所以会谈到他的家庭啊，他的妻子啊。他告诉我，其实他和他的妻子呢，互相都非常独立。比如说，他说今后啊，他打算退休之后，他们买2套房子，比如说隔壁的或者是对门的2套房子，老婆一套，他自己一套，相聚的时候可以一起相聚，然后呢，自己有个人的空间。他这样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情人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啊，2个人其实不必要每天每秒都住在一起，反而能保持一点距离更好。当然，这样的想法肯定要靠一定的财力去支撑，对不对？他的老婆有自己的账号，他自己有自己的账号。在德国，其实这很常见。在德国，如果是2个人都工作的话，一般来说啊，就是比如说丈夫有自己的账号，然后妻子有自己的账号，也可能还有第3个账号，那就是平时呢家庭的开支，平时家庭的开支就从这个2人共有的账号呢去支撑。其他的开支呢，就是比如说你老公想买什么，那就从他自己的收入拿钱去买；老婆呢，从他自己那收入那个账号去买他的，比如说买鞋啊、买包包。这种呢，在德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就是妻子和丈夫他们的财务是相对独立的啊。刚才说了，是2人都是双职工的时候，如果老婆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庭妇女，在德国一般是怎么样呢？可能财政大权是掌握在丈夫手中。在德国是这样啊，妻子在家当家庭妇女，很可能丈夫呢只是每个月给妻子多少生活费，剩下的这丈夫可能就握着。说到这里呢，我想说远一点，其实啊，由于德国的这种习惯是这样，还是个男权社会，所以如果是有些中国的外嫁啊，嫁到德国来，自己的德语也不好，所以在这个职场上也找不到工作，这情况其实是非常憋屈的。就是完全要依靠德国的老公，看看大不大方。你希望德国老公像中国老公这样把那财政大权完全给你，可以说很难实现。很多时候可能你要自己伸手向你的老公要钱，他给你200就200，给你300就300，完全跟中国不一样。据我所知啊，大部分中国的夫妻关系就是结婚之后，把那个什么银行卡就给妻子了，然后呢，妻子每个月给丈夫零花钱，比如说500、1000或者2000，然后其他大部分呢都是妻子管着。德国大部分情况下是相反，我不能完全排除像中国那样的情况在德国也会存在，但是据我所知，在德国还是男权社会，男人工作那就掌握着他的那个财政大权。像这个刚才这个他们又分房啊，又有自己的那个银行账号，是因为2个人都非常的独立，所以才会这样。而且那位妻子在钱财方面看得非常淡，才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他还告诉我啊，其实啊，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有非常多有钱的人，一般都是老人，80、90岁的。因为过去呢几十年，比如说从2战之后，德国的工业底子其实非常厚。虽然2战打败了，但是德国那些技能啊、知识啊，还在他们的头脑里。又加上当年美国这个米歇尔计划的支持，所以德国很快它的经济就起飞了。你看，斯图加特是奔驰，
还有保时捷所在地，对吧？还有博世这个电器公司，还有其他很多大大小小的隐形的所谓世界冠军。所以这些斯图加特老人，他们积累了很多财富，因为他接触的一般都是这个圈子的人。所以他说啊，其实在斯图加特真的有很多很多富豪，他们买了一辆这个豪华的车，又买另外一辆，但是呢，平时都非常的低调，你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即使这样，他说他对德国也不是特别满意，一个是因为现在德国政治，还有另外一个呢，德国气候。退休之后，可能他和他的老婆呢去西班牙、去南欧，但是还得看他今后的子女，因为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到底是在德国什么地方安家，还是在哪里，现在还不知道。所以目前只是计划到南欧的西班牙去。好，朋友们，刚才我就跟大家唠嗑了一下啊，就是德国这个隐形富豪，他们是多么的低调。如果不跟他们交流，你根本就不知道，看不出来。你们觉得，如果是在中国这样的地产大亨的话，他们对他们子女教育是怎么样的呢？或者他和他老婆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中国的富婆还会出去工作吗？还会有自己的事业吗？或者他们互相有自己独立的账号吗？等等等等。还有，他们老了之后退休之后，在中国会不会也出现每个人买一套房子，然后呢两个人对门或者是隔壁互相分居？这在中国你们觉得可行吗？请大家留言啊。好了，今天话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